嗨，大家好！不知不覺間呢，2024即將要步入尾聲了，時間真的過得超級快。每年這個時候呢，我們即將要迎來雙11的購物節，你是否已經準備好添購新的機械鍵盤呢？所以每年到這個時候呢，我就來拍一部鍵盤推薦影片，希望對於一些想要購買鍵盤的人能夠提供一些幫助。今天呢，我一樣挑選了10把我覺得相當不錯的機械鍵盤，一次來跟大家做推薦與分享。好，廢話說太多了，讓我馬上進入今天的主題吧。大家好，我是說到做到的 Joe， 歡迎大家收看這部影片。今天呢是2024年的10月30號，就在今天稍早的時候呢，公布說明天又是一天的台風假。碰巧我昨天在進直播的時候呢，跟觀眾聊到，如果明天可以順利放到台風假的話，我今天就把雙11的推薦影片生出來。所以一語成讖呢，明天大家不用上班，但是我今天必須加班把這影片生出來。所以廢話不多說，讓我們趕快開始吧。今年雙11推薦的第一把鍵盤就是來自於 Miki 的 M65。其實這把鍵盤呢，在618的時候就推薦過了，但是呢，下半年開始呢，各個廠家都紛紛去捲磁軸鍵盤了。機械鍵盤在小配列推出的其實沒有太多新的產品，所以這把呢依然是我小配列推薦的首選。這把 M65呢是一個65% 帶有着音量旋鈕的一個精緻鍵盤，外觀非常的小巧可愛，非常適合精緻女生去使用。擺在桌上呢，除了是一把鍵盤，更是非常好看的裝飾。搭配這套 FBB 推出的熱升華鍵帽，設計跟質感一個都沒有少。我個人推薦呢是它的主題套裝版本，除了鍵盤本身之外，還帶了一個品質相當好的桌墊。我把這把鍵盤送給我老婆之後呢，鍵盤就在櫃子上生灰塵，但是桌墊呢就被我老婆拿去使用了。不過呢，這把鍵盤漏軸還是比較嚴重的，還有這輕壓力的線性軸在大鍵的表現有點疲軟。現在呢，就讓我們聽看它打擊表現吧。現在呢，讓我們進入75% 配列的推薦。基本上在這配列呢是非常適合打遊戲的。鍵盤的右方呢有相當大的空間可以供滑鼠使用，然後各方面的功能按鍵也是非常完整。所以我推薦的這把遊戲用鍵盤就是來自麥蟲的 Z75S。相較之前的 Z75 的版本，在設計上做了一些簡化，然後也把售價降下來，並且呢，這把鍵盤主打就是低延遲，讓你在打遊戲的時候呢有更快的反應，以提升你的實戰表現。整個鍵盤呢是採用鋁合金以及塑膠的拼接，維持外觀質感，同時呢也不會影響無線訊號的傳輸。然後 S 的版本呢，從原本這個鷹科的 logo 改成這個 RGB 的燈光，我個人覺得非常好看。搭配這個側科漸層鍵帽，看起來帥氣又帶了一點悶騷。我個人是推薦它頂配的烈焰沉軸版本，因為呢這把鍵盤本身它的延遲相當低，但是事實上軸體也是有延遲的。為了達到更好的表現呢，選擇更好的軸體才能更穩定發揮它真正的實力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是追求表現的遊戲玩家， Z75S 是兼具外形以及實用的一個相當不錯的鍵盤。現在呢，就讓我們聽聽看這首潤烈焰沉軸的聲音表現吧。75配列推薦的第二把鍵盤依然是來自麥蟲的 S75 V2。V2 呢是針對 V1 的版本的改良，縮小了鍵盤尺寸以及高度，讓整個鍵盤外形變得更加小巧玲瓏。相較於其他品牌的公模鍵盤 ，S75 呢有自己獨到的設計，有臥式的音量旋鈕、模式切換開關，以及相當實用的2.4G 磁吸收納槽，並且搭載了360度環繞的 RGB 燈帶。除了外觀非常吸引人之外，鍵盤內部的填充也是填好填滿，是非常標準的麻將音鍵盤，有自己獨特的設計，好聽的聲音，不管是男生或是女生都會非常喜歡的一把鍵盤，就是這把麥蟲的 S87 V2。最後呢，說到最推薦的75% 的機械鍵盤，就當屬去年雙11推出的與75。之所以在618的期間沒有推薦大家與75，就是因為與75都是一個長期缺貨的狀態，直到下半年呢，供貨量才開始穩定。現在高配版從原本的雪墨軸更新為凱華的雪領可可軸，其實在1年過去之後，到現在市場上還沒有一把鍵盤可以真正超越與75的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在找尋一把品質好、聲音好、外形也還不錯的3模全鋰合金鍵盤，與75呢到現在還是你的首選之一。就讓我們來聽聽看它的聲音手感表現吧。
下一把呢，我要推薦的鍵盤就是所謂的田字75配列。我推薦的是這把來自機械風的 S80。這把鍵盤呢，其實有 Infinite 他們家的血統，聲音手感表現都極其的優秀。表面呢是這種靜電噴塗的工藝，全鋁合金的機身，搭配這個熱升華的 PPT 鍵帽，以及在量產鍵盤非常少有的 P 通橋結構，頂配板搭配的蜂蜜軸，其實也就是惠木星70軸的換色。所以呢，這把鍵盤的配列雖然有點特殊，不過呢，它方方面面都是非常的頂的，高品質的鍵帽，客製化的軸體，配上非常完整的聲音包，呈現出來的整體表現是遠超其他量產的鍵盤。如果你可以接受它的外形設計的話，機械風的 X80絕對是你不可錯過的一把好鍵盤。就讓我們來聽聽看它的聲音表現吧。好，接下來呢，就讓我們進入80% TKO 的配列。這個配列呢也是非常經典，可以非常好的兼顧辦公以及遊戲使用。去掉了鍵盤右邊的空間，卻保留了完整的功能區。所以我推薦的第一把80% 適合打遊戲的鍵盤，來自於 ATK 的 Z87。它跟剛剛那一把脈衝的遊戲鍵盤非常像，主打的是這種伴侶低延遲的鍵盤。上蓋呢是相當不錯的陽極氧化鋁合金，而底部呢就是非常熟悉借鑑 ROG 的滿滿的電競元素。然後在 Pro 的版本，鍵帽搭配是這套 PPT 熱升華的元素周期表鍵帽，手感好的同時又增添了一分化學的風格，配上這增補的 PCE 半透鍵帽，當你打開 RGB 的時候，打遊戲仿佛可以增加100% 的戰力。然後右邊基礎質感指示燈，我覺得是在量產鍵盤界少有好看的設計，整個鍵盤正面好看又有質感，搭配這個旭華阿尼亞軸，聲音呢也是非常悶響好聽，是一把性價比非常高的遊戲鍵盤。現在呢就讓我們聽聽看 Z87S 的聲音吧。说到80% TKL， 我最喜歡的鍵盤設計就是來自脈衝的 K87。雖然鍵盤本身是塑膠鍵盤，但它的設計呢，在脈衝的鍵盤裡，我是覺得最美觀而且最有質感的。側面分層的設計搭配這個環繞的 RGB 燈帶，雖然說脈衝他們家的鍵盤借鑑意味都稍微濃厚了一點，但是這把 K87在設計元素上融合了最完美的一把，並且它內部填充也是填好填滿，基本上也可以說是塑膠鍵盤當中最頂的。如果你對外觀品質有所追求，又不想花太多錢的話，脈衝 K87我是非常推薦的。好，就讓我們聽聽看它的具體聲音表現吧。說到80% 最推薦的鋁合金鍵盤，我想非 WB 工作室推出的 Crush 80莫屬。Crush 80呢是繼與75之後又進行突破的一把鍵盤，繼承與75好聽的聲音跟手感，還加上了碰觸快拆以及磁吸排針，方便你進行改造跟調整。在推出 Reboot 的版本之後 ，Crush 80在方方面面上都非常的優秀，在高配版還附了一張鋁的定位板，可以讓你在量產鍵盤上體驗客製化鍵盤的感覺。雖然說它的價格比與75貴了一些，但同時呢也有明顯的進步以及提升，基本上也是隨時有貨的情況，所以說如果你的預算不高，但是又想要有客製化鍵盤的體驗以及感受，Crush 80絕對是最值得推薦的。現在呢，就讓我們來聽一看它的聲音表現吧。最後呢，讓我們進入到適合辦公的98配列鍵盤上。其實現在這時候呢，我已經不太推薦傳統的98配列，因為呢那種 EU 的小零在使用上輸入數字的時候其實不太好用，並且呢也會犧牲幾顆功能按鍵，所以多了一排這種2U0的98配列鍵盤，是我在當下比較推薦的98配列。然後第一把要推薦的就是這把來自 SKN 的青龍4.0，這把鍵盤呢應該也是在網絡上大家最推薦的98配列鍵盤。然後這把青龍4.0是針對3.0的問題進行了修正，它更新了這個 PPT類 MDA 的球帽，外觀更加圓潤，有那種復古的感覺，鍵帽品質更好，聲音變得更好聽。右上方有個音量旋鈕，方便你對音量進行控制調整。然後右邊呢有個叫出計算機的快捷按鍵，非常適合辦公人群的使用。搭配 FR 定位板以及這個 TDC 的烈焰紅軸，聲音非常清脆響亮，手感非常有韌性。在量產鍵盤界，這種手感是相當獨特的存在。它也解決了3.0連線不穩的問題，有了更低的延遲，如果要來打遊戲的話，也是完全沒有任何問題。然後這 PCB 有搭配他們家自己開發的這個 HOS 軸座，讓這把鍵盤在便宜的價格多了很多其他鍵盤沒有的特色。好，現在就讓我們聽一看它的聲音手感表現吧。
最後呢，讓我來推薦我在大尺寸我最喜歡的鍵盤，就是來自 Keeverse 的 Infi 100，就是之前長時間缺貨，現在終於供貨穩定，在量產鍵盤上獨有的設計，比較優秀表面靜電噴塗帶閃粉的處理，分離的 PCB 內膽，皮通橋利弊的結構，外形、聲音、手感表現都已經完完全全客製化的水準。特別喜歡 Infi 100背面的設計，主有2邊三角形的模式切換，搭配底部的拉絲金屬裝飾板，處處都透露出高級感，是我當下最喜歡的大尺寸鍵盤，沒有之一。各方面的功能都無可挑剔。不過呢，還是要說一下它突出的這個名牌，真的是很難讓人家欣賞。就讓我們聽聽看它的聲音表現吧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年雙11的鍵盤推薦，洋洋灑灑的介紹了10把鍵盤。錄到現在呢，已經凌晨1點多了。不過好在呢，明天是台風假，不用上班，明天應該可以好好休息。Anyways， 看完以上10把鍵盤之後，有沒有對哪把鍵盤動心呢？一般我選購的建議是，先決定你要選擇的鍵盤配列，有舒適區的98，或是方便打遊戲的75。再來呢，就是考量你的預算。個人覺得，雖然現在鍵盤真的蠻便宜的，但是我不是很推薦1000塊台幣左右的鍵盤。雖然說它們絕對能用，不過呢，不管是在軸體或是鍵帽上，或多或少可能會有些缺失。我建議呢是加了幾百塊，花個1500到2000，用比較好的軸體鍵帽一次到位。特別是你要打遊戲，除了鍵盤本身的低延遲模式之外，搭配相應品質好、比較穩定的軸體，會可以有更好的遊戲表現。考量完價點之後呢，就是你額外的一些需求，不管你是要音量旋鈕，或者接收器的收納槽、3模或是 RGB 的需求，依據這些客觀條件去做選擇。最後呢，再來考量鍵盤的外形。當下市面上的鍵盤選擇真的非常多，總會有把適合你的。好，以上就是這次雙11的鍵盤推薦合集。說老實話，雙11期間確實有些折扣。不過呢，由於近幾年來鍵盤不斷內卷，基本可以說是每天都是雙11，所以其實呢也沒有非要現在買鍵盤不可。找到你最喜歡、最適合鍵盤再下手即可，完全不需要因為便宜或是別人推薦就草草下單。因為呢，還是回到那句老話，市面上並沒有完美的鍵盤，只有最適合你的。祝大家在雙11期間都找到你心目中最理想的鍵盤。我是現在要趕快回去睡覺，明天起來剪片的Joe。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嘍，拜拜。